日本前不久刚抱怨拦截解放军实在是太累了，1年内光出动战机拦截对方次数都有1004次。结果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日本一架 F-15G 战机在起飞过程中就坠机了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，我是虎妞。近些天，身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发起了抱怨，说实在是太累了，为了跟拍解放军投入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这样自卫队员的压力十分之大。以2021年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出动战机拦截其他国家军机的次数来看，就已经达到了1004次。结果这日本刚抱怨完，一架 F-15G 战机就又坠毁在了跑道上。据悉，这架 F-15G 战机是日本空自新田原基地执行紧急起飞任务时，发动机出现了故障，从而导致飞机没能成功起飞，直接冲出了跑道。这下好，日本想用无人机取代战机来进行这类型任务的想法，更加能得到支持和落实了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像紧急起飞这种任务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交给长航式无人机来执行的。一架战斗机在起飞之前，可是要经过不少的审批才行。有这时间，还不如直接让无人机派出去追踪。反正现在的无人机技术也足够先进，执行这种任务并不是什么难题。但是日本却偏偏派出 F-15G 这款战机去执行紧急升空任务，这纯属是日本给自己在加戏。F-15G 在日本航空自卫队中可以说是一款老爷机。虽然日本现在还装备了200架左右的 F-15G DG 战机，并且还是主力战机，但这款战机已经服役了近30年，在很多关键性设施上欠缺，比如说没有电子战天线，航电系统使用的也是删减版，在携带武器方面也受到了限制，不能够像美军一样能够直接携带中远程空空导弹。为了让自家战机能够跟得上解放军的战机，日本在去年才和美国达成了升级这款战机的合同，将花费56亿美元升级68架 F-15G， 使得它的雷达设备、航电系统迎来全面升级。在这之前，还有不少人认为这笔买卖不划算，56亿美元的价格换算下来，一架 F-15G 战机升级的费用就高达近8000万，有这笔钱还不如将它用在其他地方。但这件事发生后，所有质疑直接闭嘴。战机紧急起飞都能直接坠机，再不升级就再也飞不起来了。并且这次的紧急起飞任务大概率是针对解放军的。早前日本自卫队吐槽1年出动战机拦截次数高达1004次，就是因为解放军大幅增加了在日本周边活动导致的。经过此事后，日本的 F-15 战机升级一事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异议，并且在使用无人机拦截解放军一事上也会获得支持。相比较使用战机拦截解放军，使用无人机进行拦截的成本能够便宜40倍，并且还能够让自卫队员们不用那么累。不过现在摆在日本眼前的还有另一个难题，既然想要拦截对方的军机军舰，那么就要做到能够识别对方，特别是解放军的战机都是快速移动目标，日本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无人机技术，因此日本就需要采购美国的 MQ-9 死神无人机，或者是土耳其的 TB-2 无人机。考虑到美日关系，日本采购美国的 MQ-9 死神无人机概率更大。但在这时候问题就又来了，这钱从哪儿来呢？美国的 MQ-9 死神无人机虽然好，但是价格也贵，一架的价格达到了1亿美元，并且还是美军内部采购价。如果日本采购的话，起码也得买个几十上百架无人机，而且价格只会比美军采购更贵。上百亿美元的数字，再加上后勤维护需要的费用，那就更高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自然是增加军费开支了，并且给出的理由也很好。中国给日本带来的威胁太大了，这每天都派出战机来日本周边转悠一圈，搞得日本自卫队的战机都扛不住这压力，坠机了。这不增加军费开支，还等着干啥呢？那么事实真的就像日本所说的这样，
解放军每天巡航日本，才搞得日本战机都能累得直接坠机吗？从以往御用摄影师发布的照片来看，解放军每次在穿越海峡以北海域的时候，日本方面都一路跟踪尾随。特别是在日本海空域开展巡航的时候，日本自卫队只要看到了解放军的身影，就一定要出动战机给解放军来个专门的特写。军舰路过日本领海的时候，都要来个全貌特写。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就那么点人，解放军如此高频率的巡航，是因为人多装备多可以轮换，而没有轮换的日本航空自卫队能不累吗？而且要说到拦截解放军太累，这罪魁祸首应该是美国才对。正是美国在我国周边不断的挑衅，我国这才会加强军机军舰的出动频率回应。如果美国停止挑衅的话，那么大家完全可以回到之前的关系，和和气气的。因此，日本真要抱怨，那也应该是对美国抱怨，自己大哥美国搞完事情留下烂摊子，还得日本来慢慢收拾。